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非读 Book 台南爱读册》，我是节目主持人温美玉温老师。今天呢，非常的特别哦，因为我们开播了7年多，这是第一次有一个国外的好朋友作家画家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来看我拿着他的新书了哈。好，这是他其中的一个新书，他是 Tom's Rizek， 希望我没有讲错。然后他是来自捷克的好朋友，等一下呢，我们就可以见识到他还是会讲中文哈。那不过主要还是要讲一点英文。所以呢，我们今天还有他的好朋友，也是我们的作家刘嘉路，嘉路又回来喽。来，我们等一下把时间留给他们两位，让他们两位自己来自我介绍。嘉路。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嘉路，我很高兴又回到这个节目来了，所以我实践我的诺言了。这次回来，我跟 Thomas 是要来介绍我们的第2本，关于原住民的童话，这叫做《达罗巴令湖》。OK， 所以待会我们可以聊更多了。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看我们的这位本尊，来 Thomas，OK， 大家好。我是 Thomas， 我是捷克的画家，现在我是在台湾，我有出版社在台湾，我做展览到图书馆，到小朋友，这个我的新的书，我做了一些加入，我很高兴，我可以现在在这个节目。到小朋友，对不起我的中文。我们应该在现场就应该给他掌声了，对不对？从刚才到现在呢，其实我们已经聊得很愉快哈。那么在之前嘉路带来他的一个作品，就是《泰雅勇士大步向前》的时候，我们就非常的期待可以看到真正的本尊哈。好不容易呢，我们汤姆斯那个 Rizek 这个。我们要怎么翻？瑞杰克先生哈，终于来到了我们的现场。他带来他的很多的一个作品哈。那么今天我们会分2个部分，一个是他帮忙我们台湾原住民的这样子一个作家，就是嘉路去做的一个插画。另外一部分呢，他自己的出版社里面，他也出版了这2本。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未来教育里面是非常重要的，就在谈绘画思考这个部分哈，那跟我自己个人在从事教学思考这样子一个表白的部分非常的契合，所以我很有兴趣想要请他多讲这个部分。那首先我们先来请嘉路来介绍你这位好朋友，你们怎么样去结合了你们自己的一个专长，去做出这么棒的泰雅勇士大步向前，还有达罗巴令湖这个部分呢？一开始的话，当然就是说你一定，我先前在出版社还在工作的时候呢，是担任他的编辑。对，那对他的画风就有一定的那种印象，因为他的画风真的很特别，很不一样。对。然后后来等到他也是因缘机会，他来到台湾，大概旅行了几次。然后有机会开始接触台湾的时候，他觉得他想在这个地方就是多停一下，多看一下，不知不觉就有点像我们讲的 long stay， 就在这边。对，然后他当然就会，因为我有跟他聊过，我会说，其实我有在写一些原住民的故事，然后他很想知道。对，然后等到那时候第1本我们合作是泰雅勇士的时候，他就觉得，也许我们可以合作啊。是，你说故事，但是我用画来说故事。对，那主要也是他会希望说，透过跟我一起创作这样的一个过程的时候，他可以更加了解就是台湾原住民的故事。这就是我很好奇的哈。我们要问那个Thomas， 你怎么去诠释我们台湾的原住民的这样子一个文化也好，他的故事也好？我觉得，我工作很多东西，很多展览在台湾。对。我很喜欢，我可以做这个在台湾。我觉得this is the big honor. These books are the big honor to Taiwan. And I think that these 2 books is the good combination because one is about the sun. Yes. Second is about the dark. Yeah. I think that's with the Chinese thinking
and Asia thinking about the light and the dark. 像在这2本时候，我们开始在合作的时候，他会觉得，做第1本的时候，他整个感觉就是说，这是一个太阳日，对。但是在我们合作到第2本书的时候，因为那是在森林里面有湖，那感觉上它整个气氛它就是暗的，是淡的，所以他觉得这样加起来，其实目前为止我们做这2本，他感觉其实还蛮愉快的。光明与黑暗这样。对，他就有他说他在第1本的时候他还没有那么感觉，但是在画第2本打罗巴令湖的时候，他就有感觉到他的心是静的，就是在画那个。可是你看这2个我们从画面上一看过来，也真的是非常的抢眼呢。一个是非常的火热，然后非常的shiny， 然后可是一个就是感觉，你看蓝跟黑，它整个慢慢的暗下来，拉下来哈，静的，对。所以你在过程当中，你最享受的、最觉得收获最多、成长最多的是什么 ？So what is the most enjoyable for you doing the illustration for these 2 books? The communication with the story, with the light and with the dark. Now 觉得他在跟光，他在跟暗在对话，这样的一个过程是他最欣赏，就是最舒服的一块。And every time is the great for me to study the story. 还有一个就是他要先，譬如说我给他这样的一个故事哦，他还是要在，因为我给他英文，但他要去消化那个故事的时候，在那个过程当中就会激发他说，那我要怎么去表现出来？好，这一块也是他喜欢的。这个就是我觉得你的新书里面去谈到让我最欣赏的哈。我觉得其实我们有时候提到都是一个很表现的东西，很表象的东西，surface 就不是一个非常内在的一个。因为有的人就说那我就赶快去看一看这个地方，去走一走。但实际上那并不是你刚刚讲的是一个非常深刻的，比如说是一个光，是一个黑暗，是一个颜色。那并不是我们看到是说，我曾经去过这个地方，我就看一看，我照几张照片，不是这个样子。What my experience with the work, with the illustration, that was the why I did this book, is that. Usually the text and the story do the influence to me, and the story and the picture and the topic came to my mind. Usually is all illustrations are the combination some real facts, because sure I need study the story, I need study the technical detail about the clothing, 外在的衣服啊，或者是and when I did a lot of workshops and events on Taiwan, in Czech Republic, in Hong Kong too, and abroad, I recognized that maybe this book could be very helpful for the elementary schools, for the students. I did very simple samples in this book that could be helpful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magination, because this isn't the nice books. Okay, that's nice, that's great, but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o develop the imagination. That's great for the kids. 我大概就是简单说一下，就是说，当然他在画我们这2本书的时候，他还是要做研究，对，然后就像你讲说，我们有一些照片提供给他看，还是要对，所以那你那个史实的部分，比如说周族，或者是说像达罗巴令湖里面是百步蛇王那个图案还有卢凯族的衣服，他说这个是对，但是这是基本的，这是基本对，但他还是把它内化出来，对他觉得，但是要跟小朋友讲，就是说除了这个以外，他会觉得说那。其实从这里衍生出来做这一些东西，他会觉得是，其实就是帮助小朋友更了解说，你看故事书的时候，你可以看图画书的时候，你可以看哪里？就最终的目的是要去激发你的想象力。好，我们讲了这么多，可不可以从这里就是这本新书里面，上次我们今天请那个嘉路来跟我们介绍《太阳勇士大步向前》哈，那接下来我们看看这本新书里面谈到的，就是对你来讲的话，就是已经没有国界了。并不是哪一个人在哪一个国家谁来画，我觉得刚才提到的那个部分很重要，那也是可以传承的。不因为我是台湾人，我再来画台湾的；我不是捷克的，我就不能画捷克的。那这个部分可不可以从哪一个部分来看看你掌握的，觉得最困难或者是最
最好的。Yeah, when we talks about like because here you are like you're from Czech, right? But you are illustrating Aboriginal schools, so that doesn't seem like very difficult for you. So we want to hear about like can you give us something like in what page, in what scene you think that's kind of difficult to express the idea, or you think there's one scene there you really want to mention? So you definitely feel different about the trending. I haven't any this separate. I don't want separate any picture. I think that generally, Okay, 也可以讲一个 generally, I think that I haven't any problem with these stories, because that's like the classical fairy tales. Yeah. That's this book is, for example, something similar like the story Beauty and the Beast. Yes. 因为对他来讲，他会觉得说，其实故事的细节到哪里，那些是发生在对他讲不会有个大的，因为基本上像传说，世界各国的那种经典传说，其实都一样。对，那他就觉得说他在画之后，他对他来讲说，就是另外一种版本的美女野兽。对，只是说它发生的地点，那我们要顾及到那个地点的自然环境，对那一块，所以他觉得其实他不会觉得特别困难。不过如果我可以补充的话，我要跟那个观众分享一个小秘密，因为我跟他争执了1个礼拜，谁都不肯让步啊！所以观众朋友可以看这一幕啊，这一幕呢就是我们的女主角巴冷，她第一场出现的时候，对，那因为我的故事的话，我是习惯用现代童诗的形式去写，对，所以呢有一些节奏感，我希望它保留。对，但是在这里呢，才不的话没有这个啊，对，不要那个，对不对？对，不是原来的。我的到他们不可以一起啊 ，so close。对，应该是说这样，就是说。我们的百步蛇王，他是在暗中观察，他其实是卢凯族的守护神，是一个意象，对不对？对，守护神，他不是真正的，他的地位是尊崇的。我没有说不让他进入，但是因为在故事里面是说 ，OK， 像在这边是讲说阿达里欧站在高山，看着听着，他是完美的新娘，他是在远处看。我希望他有一个那种高崇的地位，因为他是守护神嘛，对。但是因为他有秉承，如果观众特别看清楚一下这里就会发现好像我们在看那种中世纪的欧洲仕女绘画上，有没有达文西的手啊？画的女生这个样子，所以可以看得出来，他还是有把欧洲的那个风味带过来，对。那 Thomas 太爱这一张了，我也喜欢啊，我觉得这个巴冷很美啊，对。但是呢，他就要把它，我就跟他就是要放在这里，我就会说。因为我们后面摆在这里，身为一个画家，他不希望那个构图是一样又在这里，对。但是在这边，我就跟他说，但是你不能让他感觉只是一个，就是好像很猥琐的一个男生，鬼鬼祟祟的喜欢一个女生那种，因为他是神，所以我们沟通很久。我就说，那你可不可以移到哪里？他也不肯移，然后我说这个话我也要留，可是你不能。所以后来我们做蛮多的协调，我就是说，你只要确保。他的脸呢就不可以猥琐，不可以什么，对。然后后来就是最后协调出来的结果是这样。其实我还是喜欢这样的意象，其实还是舒服。只是你就会发现说，我就要告诉观众朋友，原来啊，在创作当中，作者的角度跟插画家，他有时候还是会有一些冲突。我觉得你今天帮我们上了一课，因为这是我们平常听不到也看不见的。Wochen Kausin, wo man we had this discuss. Rugo each shoe, every book has some special story. Yes. And our discuss about this picture is the now very beautiful story for this book, because I think that the author of the text has every time right. Yeah. And now came the illustrator and do total different imagination, but illustrator has some schedule in my mind. For example, that's again in this book, that I need every time thinking when something came in the story. That's not only that
some men came from the right side or left side, and I will do. I need thinking like the picture or book. 对，他这样补充，其实就像我刚刚讲的一样，就是说，对，当然他会希望很尊重作者的想要表达的意味，因为我本来想要强调那个节奏，就是说阿达里欧站在高处看着听着，然后后面也是，你就加强那个音效，你好像在唱歌的副歌，阿达里欧站在高上，所以看着听着。但是对画家来讲，他想要看的就是说，那个画面，如果我用画面来讲故事的时候，那个节奏、那个流动感。顺不顺？所以这时候有时候我们可以相互契合，有时候我们就要角力一下，对。但是当我们出去在介绍这本书的时候，这个小插曲就变成很好玩的故事。大家听到说，你们还争了1个礼拜，而且我们会觉得说，这是不是就是他的工作了？你怎么还会介入？以前我们不晓得说，原来作家也有他的坚持。那你可能是在你的本位这个部分哈，就是你自己的方式，然后你的角度。所以我的文本我就必须要修改，我就不可以他就是还是站在高处，他就已经在背后了。所以变成你也要修改。对，我有改我的他也让步。对，我有改，因为你不能说，因为小朋友很机灵的，或者爸妈在念的时候，他们如果念给小朋友，一听到说站在高处，不对啊，他明明在后方。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特别小心。所以在做校对的时候，你的文字的部分要做一个落到后面实际合起来，还有文字的时候呢，就是作者我还会再看过一遍，看说。那个图是不是要表达的意象有没有跟那个文字不一样？对，这真的是我们平常根本就哪里都听不到的，而且是现场真的发生。你们2个刚好今天就在这里，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他来很重要，对不对？对。然后另外，我觉得他很多古典的元素都在这里，这是不是很多古典的一些画，我们以前看到的，在国外很多就会有这个，像不像是那个有一个 ？Yeah, she thinks like still in this book, there are so many like a classic images there. Yeah. So she feels like this is something like we can see like European paintings. Yeah, but that's the key for these books, because these books are with the European A's. But that's question if I am on Taiwan and China and Asia so long time. I think that I am a little bit between. 他说，毕竟还是透过欧洲人的眼睛来看这个，但他觉得他多少，可是你带进这个东西很好他觉得他还是有做一点点。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说，突然我们跟国际接轨了，然后就觉得说，这个绘画真的是没有国界的，真的，不管在哪一个地方。都可以呈现那种真善美的那种意境哈，这是我觉得这本书里面真的让我觉得非常喜欢的。Yeah, she thinks like this book proves that beauty has no borderlines. Yeah. But several times I met by my workshops for the students that some students told me that my illustrations are a little bit special. That's first information for me that the illustrations that I do are special. But good feedback on Taiwan. Yeah, 因为在台湾他开始的时候是有做工作坊这样，所以学生会有讲说，Thomas 老师你的画不一样，他那时候才有感觉到说我的画跟人家比起来是有点比较不一样，但这种是一种正面好的回馈，就听起来还蛮开心的。But that was the joke because the student asked me not about my illustration, but he asked what he need to do that he has the special style like I told to him that he can thinking about special style. Yeah, 这个的话，他的意思说，其实学生接下来会问的就是说，他可以怎么做，可以让他跟Thomas一样有个特殊的。对，他告诉他的是说，你就一看就是他的。你在画的时候，你不应该在心里想，就是说我要有一个很特殊的画风。如果你这样做，其实你太刻意了。Maybe that's not what you are, who you are。就你可能就不是你自己。他其实 Thomas 的画风真的就是我从开始跟他合作，他就越来越好。但是呢，他的画其实比较熟悉他的观众朋友会知道，真的他的画风你看得出来说这就是 Thomas。对，会有，但是他不是刻意，那是你日积月累的时候你发展出来的。那叫风格。对，那是风格。那个叫风格。对。好，那我们虽然这一集的时间不是很多了，但是我很想要导入这个部分哈，就是说我们很少去看到，就是说一本精彩的一个绘本是怎么被创作出来的。我们今天要多谈一下这个部分，这很有意思哦。这2本书看起来一样，对不对？原来它有点像书中书哈，就是它既是一个创作，
他又在解构他的创作是怎么发生的，所以你也可以从中去欣赏到他的整个的一个绘本，然后又可以马上学习到说，哦，这个作家告诉我们他怎么变成这么精彩的一个绘本。你看，一次你可以去作为一个非常舒服自在的一个读者，你又可以成为一个学习者，学会一身本领哈。这就是这2本书最重要的一个意义哈。那我们接下来会花一点时间来谈谈为什么他们会想要去做这件事情。为什么要去写这样子？Yeah. So can you share us like why do you want to create this kind of stories, like these 2 books, and then put them together? What's your first inspiration? I thought that some students told me that I have special illustrations,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information for me that I have maybe right do some this type of the book. And second thing is that I did a lot of workshops about storyboard making in Taiwan and in last time in Hong Kong too. And I need to use some material for the students. And by this way, I did this type of the book, and I think that this is the best combination because the one book is the something like the sample. Yeah. And because with the very picture book, with the very simple story, with some my imagination thinking. Yes. And very important part from this first book is on the end of the book, my thinking about illustrations. That's the long text about what I mean that is important for the illustration, that could be very helpful not only for the students, and that's about my experience with the Chinese and the Taiwan culture. Okay, so maybe it's here stop it. 所以他刚刚是有2个，第一个的话就是因为有学生来问，对，所以让他启发说，也许这会是一个好的题材。既然有这么多人来问说，怎么样我才会有自己的画风？也许我这给他一个想法说，那我可不可以来去说一下？对。然后再来第2个是他在台湾跟香港，他其实有做很多的工作坊。对，你总是要有一些素材，可以让人家实际，因为你听演讲是一回事，对。可是如果在你体验，你跟在做的时候，所以有一个实际的东西跟着教着你在做的话，你的体验会加深。对，那在这本书的最后面，其实有他觉得对于插画这件事，他整个的心路历程，他摆到最后面。对，所以那个不只是说回应那些特别想要做的学生，其实也是他自己的心路历程的一个就是浓缩版，就在这后面这个地方。对，这边讲了非常多，我觉得层次很高，而且非常深刻的哈。例如他谈到很多的对话，怎么去跟这个画中的角色去对话，然后还有很多的像我觉得是很哲学的啦，好，就是像这个后面他有提到，就是尤其这个有一个是我看一下哦，应该丞相的面貌，还有一个是什么？我觉得有非常多的是可能我们一般人提到的都不是一个比较深刻的。我们教插画的时候，我们大概很多的时候都是从技巧。注重在技巧上，但是并不是从很哲学的，或者是从跳脱另外一个非画画的技巧的这个部分来谈。那这个部分我们在下一集的节目中可以好好的来谈一谈，为什么你的思考跟我们一般教画画的老师、做插画的老师就是很不一样。好，我们先在这个地方，你先。Okay, so basically, we are curious about because like one of the difference your book from others is because most art teachers, when they teach students art, how to paint, how to illustrate, mostly focus on skill, techniques. But our show host discovers that no, in your book, there are more about like thinking. It's about philosophy. I think that this is most important because if I have experience with some teachers that do the events with the kids and tell now 现在你可以 yellow color
so beautiful picture. That's, I think, sure, I can change the tradition. Yes. But I think that more art that came to the mind, to the kids, I think that could help with the imagination, with the other things in the life. Not important, the kids don't need to be artists, but has the thinking, because my thinking is sometimes that if the kids came some situation that don't know the strictly schedule what need to do, a little bit lost. OK。所以像他这边他说他曾经有碰过老师是会有讲说，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放黄色或什么，他说当然是好。他觉得他未必能够改变说传统的方法，但是他想要告诉小朋友，就是说我们未必要成为艺术家，但这个书可能让你去想想，就是去刺激你的想象力，但是你的想象力发挥的时候，未必是让你说我要变成画家了，可能是在你生活的另外一个层面，对，所以他会希望能够多加一点这种东西。好，OK， 谢谢。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还有下一集，好好的来讨论来思考这么重要的一个绘画思考，在 Thomas 的书里面，通通都写出来了哈，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Thomas， 还有谢谢我们嘉路带来这么精彩的节目，谢谢。别忘了我们有脸书粉丝团，希望您上去给我们加油打气。还有今天这么精彩的节目，你有什么想法呢？好，今天我们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再会，拜拜。